与荷兰之后，日本管制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的新规7月23号正式生效。虽然日本政府声称这并非针对某个特定国家，但舆论认为这是配合美国针对中国实施的管制措施。这项管制措施不仅会对中日企业造成双输，也会对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带来冲击。今年5月23号，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了外汇法法令修正案，把尖端半导体制造设备等23个品类列入出口管理限制对象名单。经过2个月的公告期，管制措施从7月23号起正式实施。日本的管制物品清单现在包括用于清洁、检查和光刻的设备，约有10家从事此类设备制造的日本公司可能会受到规定影响。按用于计算的逻辑半导体的性能来看，均为制造线路宽度在10到14纳米以下的尖端产品所必需的设备和材料。值得注意的是，日方还列出了包含42个国家或地区的友好清单，美国、韩国、中国台湾等在列。这些国家或地区将不受新规的出口管制限制，但所谓友好清单不包含中国。根据新规，非友好清单国家或地区在进口受管制的设备时，企业需要向日本经济产业省申请许可。但日本半导体制造装置协会东京都千代田区专务理事杜布杰透露，申请需要的文件十分繁琐，而且相关产品事实上将无法出口至中国。日本经济产业省此前表示，新规并非针对某个特定国家，但日本舆论几乎一致认为这是配合美国对中国实施科技封锁的措施，与2022年10月美国出台的对华半导体管制政策保持高度一致。深圳卫视注意到，在半导体设备管制新规实施前一天，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出席一场活动时声称，中日关系正原地踏步，但两国密不可分，希望中日在保持对话的同时维持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岸田还以邻居和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来称呼中国。日本经济新闻分析认为，中国企业对尖端半导体的投资趋于缓慢，但不需要尖端技术的成熟产品的生产正在大幅增长，主要用于汽车和工业设备。由于非尖端设备仍然可以出口，日本与中国的业务将持续扩大。该报还认为，由于美方先行出台对华半导体管制措施，因此日方新规对中日尖端半导体设备贸易的影响在去年就已经显现，因此影响不大。日本半导体产业在上世纪80年代一度占据全球市场的半壁江山，但美方1986年通过美日半导体协定等措施进行打压，日本半导体产业开始萎缩，但原材料等上游产品和设备的技术储备一直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原材料方面，日本企业生产的14种关键产品的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50%。在半导体设备制造方面，东京电子、佳能、爱德万等日本企业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30%，其中约40%产品的买家是中国企业。2021年，中国进口的半导体设备中，日本产品货值是美国产品的2倍。在新规出台之前，日本半导体行业团体和企业纷纷向岸田政府提交意见，表达了业界对未来的担忧，但最终出台的新规无视了企业的诉求。日本半导体制造装置协会23号表示，非常关注新规是否将给行业造成额外的冲击。如果对中国实施这种出口管制以后，那显然中国这块市场它就必将失去。那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失去1/4市场，然后再加上其国际环境的不景气，那对它这个产业的打击肯定是非常直接和非常严重的。今年年初，美国、荷兰、日本3国政府达成协议，将对中国芯片制造施加新的设备出口管制和限制。6月30号，荷兰宣布将部分光刻机等半导体相关产品纳入出口管制，而日本此次生效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法案，正是其配合美国所谓的经济脱钩战略的一部分，具有浓厚的冷战色彩，与现有中日经贸格局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目前，日本对华贸易规模占其整体贸易规模近2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应询表示，日前日方宣布将加强对高性能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管制，外界普遍认为此举意在人为对中日正常半导体产业合作设限。中方已就此在不同层级向日方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严重关切。中国商务部此前也表示，日方公布的措施未回应业界合理诉求，将严重损害中日两国企业利益，严重损害中日经贸合作关系，破坏全球半导体产业格局，冲击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稳定。针对美日荷三国的行为，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机制下的多边场合展开了合理、合法、有理有据的维权行动。近期，在世界贸易组织货物贸易理事会举行的会议上，中国代表对美国、日本和荷兰之间关于芯片出口限制的协议表示严重关切。美国当然出现了一些限制措施，日本跟进的话，实际上对我们半导体的扩张的冲击是非常直接的，这是负面的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对中国应该说是利大于弊的，因为呢这次的事件使我们知道了自主可控的重要性，知道了半导体这些尖端行业自主掌控的重要性，所以呢中国的这些行业，我估计会进一步的奋发向上，会加倍的努力。当然了，这个过程并非那么简单，恐怕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该国企业正在寻找国内以及美国和欧洲纷纷扩大芯片产能的商机，而最新的考虑是加强与印度的合作。20号，正在印度访问的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人与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部长阿什维尼·维什瑙举行会谈，双方签署半导体领域政策对话及产业合作备忘录。印方声明透露，日本将在半导体、钢铁等多个领域对印度投资约5万亿日元，约合2562亿人民币。有分析认为，目前印度的半导体产业几乎是空白，日本实际上看重的是印度的稀土等矿产资源。此外，日本媒体十分关注近日富士康在印度的一桩失败商业项目，认为这对希望投资印度的日本半导体企业来说也是风险警告。去年，来自中国台湾的富士康与印度企业维丹塔集团宣布联手建芯片制造厂，总投资高达195亿美元。但今年7月10号，富士康宣告退出项目，因为印度政府允诺的补贴迟迟没有动静。路透社认为，虽然印度政府2021年宣布总额约100亿美元的补贴计划，以吸引全球芯片制造商，但该国政府似乎正捂紧钱袋子，不希望将补贴提供给外国公司，这导致富士康印度芯片项目失败。印度它的税收政策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很多国外的一些大型的企业，在这个印度都实际上，在税收这个方面都吃过很大的亏，或者说都踩了坑。所以呢，这个日本的企业，我想呢，在未来的经营当中也不会例外。当然，除这个以外呢，印度的营商环境啊，实际上也有很大的问题。这个我想呢，日本和印度在这个半导体这个领域，虽然目前合作的意愿比较强，而且呢，在短期内也会有一定的进展，但是总体上真正的取代中国市场，我认为还是需要有很长的路要走，或者说还需要很长